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你可能正在经历却浑然不知的事情。全球每3个成年人当中，就有1个人的血糖已经在悄悄失控，而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。更可怕的是，在台湾50岁以上的族群里，每4个人就有1个人已经踩在糖尿病的门槛上。他们不痛不痒，体检报告上写着血糖偏高，建议追踪。然后大部分人就把报告塞进抽屉，继续喝珍奶，继续熬夜，继续用我还好啦这4个字安慰自己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糖尿病前期就像一列已经驶出车站的火车，你现在跳下来还来得及，可是一旦火车开到下一站，那就是正式糖尿病。到时候你跳下来摔的可不只是皮肉伤，失明、洗肾、截肢、心肌梗塞这些字眼一个比一个恐怖，而他们的源头很可能就是你今天晚餐多吃的那碗白饭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带你深入了解一件事：糖尿病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？为什么50岁是一个致命的转捩点？更重要的是，有一位医师用他自己的身体做了实验，没吃半颗药，光靠改变3个生活习惯，就成功把糖化血色素从危险边缘拉回安全区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？这3个习惯，你我每天都在犯，却从来没人告诉过你有多危险。看完今天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立刻想改变你的晚餐菜单。好，我们先来搞懂一件事：你的身体里此刻正在上演一场无声的战争。你的身体里有一座失控的糖厂，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是一座巨大的工厂，这座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，而它最重要的燃料就是葡萄糖。你吃下去的米饭、面包、水果，甚至那杯手摇饮，全都会在消化道里被分解成葡萄糖，然后送进血液里，这就是所谓的血糖。可是葡萄糖不能直接进入细胞干活，它需要一把钥匙。这把钥匙的名字叫做胰岛素。胰岛素是由你胰脏里一群叫做贝塔细胞的小家伙们制造的。每当血糖升高，贝塔细胞就会拼命分泌胰岛素，就像门卫拿着钥匙跑来跑去，把一个又一个葡萄糖送进肌肉、肝脏和脂肪细胞里。年轻的时候，这套系统运作得天衣无缝。你吃一碗卤肉饭，血糖上升，胰岛素出动，2小时内血糖恢复正常，工厂运转良好。可是随着年龄增长，尤其是过了50岁以后，这套系统开始出问题了。问题出在哪？不是钥匙坏了，而是锁头生锈了。这就是医学上说的胰岛素阻抗。你的细胞表面有一种叫做胰岛素受体的东西，它就是那个锁头。当你长年累月吃太多精致淀粉和糖分，当你的内脏脂肪越堆越厚，当你的肌肉因为缺乏运动而逐渐萎缩，这些锁头就会开始生锈。胰岛素拿着钥匙插进去，转不动，葡萄糖进不了细胞，只好继续漂浮在血液里。这时候你的胰脏就慌了，他心想，钥匙不够用吗？那我多做一些。于是贝塔细胞开始加班，拼命制造更多胰岛素。一开始这招还管用，靠着更多的钥匙勉强把血糖压下来。可是你想想，一群员工天天加班，不给休息，会怎样？他们会累死。医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当胰岛素阻抗持续恶化，贝塔细胞长期过劳，它们就会开始凋亡。一旦贝塔细胞死亡超过50%，你的身体就再也制造不出足够的胰岛素。这时候血糖就像脱缰野马，一路飙升，正式进入第2型糖尿病。而这整个从锁头生锈到门卫累死的过程，通常需要10到15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50岁确诊糖尿病，那早在你35岁到40岁左右，你的身体就已经在发出求救讯号了，只是你没听见。更残酷的真相是什么？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的数据，全球大约有 5.4 亿人患有糖尿病，而另外还有将近5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。糖尿病前期，意思是你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100毫克每分升，但还没到126的确诊标准，或者你的糖化血色素已经在 5.7% 到 6.4% 之间。这个灰色地带就是你最后的逃命窗口。为什么说是最后的窗口？因为研究显示，如果不做任何改变，糖尿病前期患者当中
每年大约有 5% 到 10% 会进展为正式糖尿病。10年下来，超过一半的人会变成糖尿病患者。但反过来，如果你在这个阶段积极介入，有 58% 的几率可以完全逆转，让血糖回到正常范围。 58%， 这不是什么奇迹疗法，而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花了好几年追踪了3000多人得出的硬数据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在这个阶段什么都没做，因为他们不痛、不痒、不难受。糖尿病前期就像一只温水里的青蛙，水温慢慢升高，等你觉得烫的时候，已经跳不出来了。好，那现在你知道敌人长什么样了？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那3个每天都在帮糖尿病开门的坏习惯，以及那位医师到底是怎么把门关上的。第一个坏习惯，财关，你吃错了顺序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我说的不是你吃了什么，而是你用什么顺序吃。很多人听到要控制血糖，第一反应就是那我不吃饭了，我改吃糙米，吃地瓜，吃燕麦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天天吃白饭，血糖照样正常，而有些人已经换成全谷类，血糖还是居高不下？答案可能不在食物本身，而在你把食物送进嘴巴的先后顺序。2015年，美国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，他们找来一群第2型糖尿病患者，给他们吃完全一样的食物，鸡胸肉、蔬菜沙拉和面包，但分成2组，第一组先吃面包，15分钟后再吃蔬菜和鸡肉，第二组反过来，先吃蔬菜和蛋白质，最后才吃面包。结果呢，先吃蔬菜和蛋白质的那一组，饭后血糖峰值比先吃面包的那组低了 29% 到 37%。 注意，他们吃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，只是顺序不同而已。这个血糖差距大到什么程度？差不多等于一颗降血糖药的效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理其实不复杂。当你先吃蔬菜的时候，那些膳食纤维会在你的胃和小肠里形成一层粘稠的保护膜。接下来，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进一步减缓胃排空的速度。等到最后碳水化合物进来的时候，它们就像排队过高速公路收费站一样，被迫慢慢通过，不会一窝蜂涌进血液里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碗饭，你先吃菜再吃饭，血糖就像温柔的小山丘；你先扒饭再夹菜，血糖就像坐云霄飞车。而每一次血糖坐云霄飞车，你的胰脏就被迫多加一次班。50年下来，你算算你的胰脏加了多少次不必要的班。那位逆转糖尿病前期的医师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进食顺序，每一餐先吃一大盘蔬菜，然后吃肉、吃蛋、吃鱼，最后才碰淀粉。他说这个改变几乎不需要意志力，不用忍耐，不用挨饿，就只是把盘子里的食物调个顺序而已。但3个月后他去复查，光这一个改变，他的饭后血糖就已经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。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，喝汤的时机。很多台湾人习惯饭前先来碗汤，觉得暖胃。可是如果那碗汤是玉米浓汤、南瓜浓汤、酸辣汤这种含有大量淀粉的汤品，那你等于是在空腹状态下先灌了一肚子液态碳水化合物，血糖马上飙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喝汤，请选清汤，而且放在蔬菜之后，淀粉之前喝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水果呢？水果是好东西没错，但它里面的果糖同样会影响血糖，尤其像芒果、荔枝、西瓜这些高糖水果，如果你在空腹的时候大口吃，血糖一样飙得很凶。最好的做法是什么？把水果当作餐间点心，在2餐之间少量吃，而不是饭后立刻来一盘水果拼盘。好，进食顺序搞定了。接下来第2个坏习惯更加隐蔽，也更加致命。第2个坏习惯，哲台你做太久了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运动很重要。这种话你听了100遍了，耳朵都长茧了。可是我要说的不是运动，我要说的是久坐。这2件事听起来像是一体两面，但其实不一样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一个每天早上跑步30分钟，但白天连续做8小时不动的上班族，他的代谢风险可能比一个不刻意运动，但每隔1小时就站起来，
走动10分钟的人更高。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，这是2012年澳洲贝克心脏与糖尿病研究所做的大型研究结论。他们追踪了将近80万名成年人，发现无论你有没有固定运动习惯，只要你每天久坐超过8小时，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90%。 90%， 为什么久坐这么可怕？因为当你的肌肉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，它们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急速下降。你可以把肌肉想象成一座仓库，它的工作就是接收血液里的葡萄糖，把它储存起来或者烧掉当燃料。但是当仓库整天不开门营业，门口的锁头就会越来越紧，久而久之，即使胰岛素拿着钥匙来了，仓库门还是打不开。更恐怖的是，久坐还会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。注意，我说的是内脏脂肪，不是你肚子上捏得到的那层肥肉。内脏脂肪是包覆在你的肝脏、胰脏、肠道周围的脂肪，它从外面看不到，但它是引爆胰岛素阻抗的头号元凶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脏脂肪不是安静待在那里的，它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，会不断释放促发炎物质，像是肿瘤坏死因子、白细胞介素6、游离脂肪酸等等。这些东西就像化学武器，直接攻击胰岛素讯号传导的通路，让你的细胞越来越听不见胰岛素的指令。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吗？你不需要整体肥胖，也可以有大量内脏脂肪。亚洲人尤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，体重指数看起来正常，甚至偏瘦，但肚子微微突出。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代谢性肥胖正常体重，翻成白话就是外表不胖但内脏爆肥。这种人的糖尿病风险跟真正的胖子一样高，甚至更高，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警觉心。那位医师怎么做的呢？他没有去报名什么马拉松，也没有每天泡健身房2小时。他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每做30分钟就站起来走动5分钟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在手机上设了一个计时器，每30分钟震动一次，震了就站起来，去倒杯水，去上个厕所，在走廊来回走2趟，然后回来继续工作。另外，他在晚饭后固定散步20到30分钟，不是跑步，不是爬山，就是普通的走路。为什么饭后散步这么重要？因为大量研究显示，在饭后15到30分钟内进行低强度活动，可以显著降低饭后血糖峰值。原理很直觉，当你在走路的时候，你的肌肉正在收缩，而肌肉收缩本身就能促进葡萄糖的摄取，这个过程甚至不需要胰岛素参与。这就像仓库的员工主动打开后门搬货，连钥匙都不用。2022年发表在运动医学期刊上的一篇统合分析，整理了数十项研究，结论是饭后步行，即使只有短短2到5分钟，也能显著改善血糖控制。而如果能走到15到30分钟，效果更加明显。那位医师坚持了6个月的饭后散步，加上打断久坐，他的糖化血色素从 6.3% 降到了 5.5%。 6.3 是糖尿病前期，5.5 是完全正常，没吃任何药物。他说最明显的感觉是下午不再昏昏欲睡了，因为他的血糖曲线变平稳了，大脑的能量供应不再忽高忽低，自然就不会有那种吃饱就想睡的感觉。好了，进食顺序、打断久坐，这2个习惯你可能多少有点概念，但接下来第3个坏习惯可能会让你非常意外。第3个坏习惯，肯推你睡错了。没错，睡觉。你以为睡觉只跟精神好不好有关系吗？不，睡眠品质直接影响你的血糖。先讲一个让我吓一跳的研究。2010年，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团队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们找来一群健康的年轻人，让他们连续4个晚上只睡4个半小时，就4个晚上而已，然后去测他们的胰岛素敏感度。结果这些原本完全健康的年轻人，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了 16% 到 25%， 换算下来，他们的代谢状态几乎等同于一个糖尿病前期患者。4个晚上的睡眠不足就能把一个健康人推到糖尿病前期的边缘。那你想想，如果你已经50岁了，本来代谢就在走下坡，然后你还长期熬夜或者睡不好，你的胰脏承受的压力有多大？睡眠不足
到底是怎么影响血糖的？机制至少有3条。第一，睡眠不足会直接干扰下视丘轴它肾上腺轴线，导致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增加。皮质醇有一个很讨厌的功能，它会命令肝脏加速释放葡萄糖到血液里，这在远古时代是救命的机制。哈来，你遇到猛兽，压力荷尔蒙飙升，血糖飙升，给你能量逃跑。可是在现代，你的猛兽是加班，是房贷，是手机上的坏消息，皮质醇照样飙升，血糖照样飙升，但你只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而已，根本用不到那些多余的糖。第二，睡眠不足会扰乱你的食欲荷尔蒙，一个叫瘦素的荷尔蒙会下降，它负责告诉你的大脑我饱了。另一个叫饥饿素的荷尔蒙会上升，它负责告诉你的大脑我好饿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每次熬夜之后，隔天你会特别想吃高糖高油的垃圾食物，炸鸡、蒸奶、泡面、蛋糕，全都特别有吸引力。那不是你意志力薄弱，那是你的荷尔蒙在背后操控你，而你多吃进去的那些垃圾食物，又会进一步推高血糖，加重胰岛素阻抗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第三，也是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的机制，酣头睡眠不足会改变你的肠道菌群。2014年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只要连续2个晚上的部分睡眠剥夺，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明显减少，而一些与肥胖和胰岛素阻抗相关的有害菌则会趁机扩张。肠道菌群的失衡又会进一步加剧全身性的慢性发炎，让胰岛素阻抗雪上加霜。看到了吗？睡眠不足不只是让你第2天精神不好，它从荷尔蒙、食欲到肠道菌群3路包抄，把你往糖尿病的方向猛推。那到底要睡多少才够？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7到9小时，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，不只是时间长短，睡眠品质同样关键。如果你躺了8小时，但中间醒来5、6次，那你的深层睡眠时间可能严重不足，而深层睡眠恰恰是身体修复代谢功能、调节血糖最重要的阶段。那位医师怎么做的？他给自己定了3条规矩。第一，晚上11点前一定上床，手机放客厅充电，不带进卧室。第二，睡前1小时不看任何屏幕，改成看纸本书或者做简单的伸展。第三，下午2点以后不再喝任何含咖啡因的饮料。他说，刚开始的前2周非常痛苦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睡前滑手机滑到凌晨1、2点，但强迫自己坚持了2周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的入睡时间从原本的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，而且半夜不再频繁醒来。1个月后，他去测了空腹血糖，已经从108降到了95。为什么50岁是分水岭？你可能会想，这3个习惯年轻人犯了也没事啊，为什么特别强调50岁以后？因为50岁左右，你的身体同时发生了好几件不可逆的变化，而这些变化全都在推你走向糖尿病。第一，肌肉量加速流失。医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肌少症，从30岁开始，人体的肌肉量每10年大约减少 3% 到 8%， 但过了50岁，这个速度会翻倍。而肌肉是你身体里最大的葡萄糖消耗器，肌肉少了，血糖就没地方去。第二，荷尔蒙巨变，女性进入更年期，雌激素急剧下降。雌激素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功能，它能增强胰岛素敏感度，所以很多女性在停经前血糖一直很正常，停经后忽然飙升，不是因为她们突然变胖了或者突然开始乱吃，而是因为失去了雌激素这道保护伞。男性也一样，异固酮从50岁开始明显下降，而低异固酮同样与胰岛素阻抗和内脏脂肪增加密切相关。第三，胰脏的贝塔细胞开始老化，就像前面说的，你的贝塔细胞已经替你加了几十年的班，到了50岁，它们的分泌能力和再生能力都在下降。年轻的时候，就算你偶尔暴饮暴食，胰脏都能靠加班扛过去，但50岁以后，它的加班能力大不如前。这时候，你再继续原来的饮食和生活方式，就等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第四，慢性发炎加剧。随着年龄增长，
你的免疫系统会进入一种叫做免疫老化的状态。简单说，就是免疫系统变得又弱又燥，抵抗感染的能力下降了，但是制造发炎物质的能力反而增强了。这种低度慢性发炎会持续破坏胰岛素讯号传导，加速胰岛素阻抗。所以你看，50岁就像4条河流汇聚的交叉口，肌肉流失、荷尔蒙改变、胰脏老化、慢性发炎，4股力量同时作用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继续犯那3个坏习惯，怕吃吃错顺序，让血糖坐云霄飞车，久坐不动，让肌肉锁头生锈，睡眠不足，让荷尔蒙全面失调的话，那你就是在4条洪水面前拆自己的堤防。那些你以为对的事，其实在害你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我想先破除几个非常常见的迷思，因为这些错误观念可能正在让你白费力气，甚至适得其反。迷思1：少吃多动就能控制血糖。这句话本身没有错，但它太过简化。很多人为了降血糖，开始极端节食，一天只吃1餐，或者完全不碰碳水化合物。结果呢，身体以为你在闹饥荒，进入节能模式，基础代谢率下降，肌肉被分解当燃料，内脏脂肪反而不太动。等你恢复正常饮食的时候，反弹更严重，血糖比以前更高。正确做法不是少吃，而是会吃。前面说的进食顺序就是一个例子。另外，每餐确保有足够的蛋白质也至关重要。蛋白质不仅能增加饱足感，减少你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，它还是维持肌肉量的关键营养素。50岁以后，建议每公斤体重摄取 1.0 到 1.2 克的蛋白质。也就是说，一个60公斤的人，每天至少要吃60到72克蛋白质。迷思2：我没有糖尿病家族史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家族史确实是重要的风险因子，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。事实上，超过半数的第2型糖尿病患者没有明显的家族史，因为糖尿病的发生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就算你天生没有糖尿病基因，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够糟糕，照样可以把自己吃成糖尿病。反过来，就算你爸妈都有糖尿病，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够健康，你未必会走上同一条路。基因是子弹，生活方式是扳机。子弹在不在枪里，你无法控制，但扣不扣扳机，决定权在你手上。迷思3：血糖高一点点没关系，又不是真的糖尿病，这是最危险的想法。糖尿病前期虽然还不算糖尿病，但它对你身体的伤害已经开始了。研究显示，在糖尿病前期阶段，大血管病变就已经在悄悄进行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脏和血管不会等到你正式确诊糖尿病才开始受损，他们从血糖超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承受伤害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没有被诊断为糖尿病，却在50几岁就心肌梗塞或中风，检查后才发现他们其实已经在糖尿病前期待了好多年。迷思4：吃保健食品就能降血糖。市面上各种号称能降血糖的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出乎，苦瓜胜肽、肉桂萃取物、铬元素、五靴叶。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完全没用，有些确实有一定的辅助研究支持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把它们当成救命稻草，以为吃了就可以继续大吃大喝，继续不运动，继续熬夜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些保健食品的效果，在没有生活方式改变的前提下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它们顶多是锦上添花，绝对不是雪中送炭。医师的完整逆转故事。好，让我把那位医师的故事从头到尾说一遍。他今年54岁，在他51岁那年的员工健检中，糖化血色素第一次出现红字 6.3%， 空腹血糖112。医生朋友看了报告跟他说，你现在是糖尿病前期，要小心。身为医师，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说实话，他也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一开始并没有太当回事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体重也不算太胖， BMI 25点多，只是微微超标。他心想，这可能只是最近压力大，睡不好的暂时现象。可是半年后再测，糖化血色素不降反升，到了 6.4%。这次他真的慌了，因为 6.5 就是确诊线，
他只剩 0.1 的距离。他开始认真研究，身为医师，他有比一般人更好的资源和知识。他翻遍了最新的文献，从美国糖尿病学会的指引到欧洲的大型临床试验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先不用药，给自己6个月的时间，用生活方式介入试试看。如果6个月后没有改善，再开始用药。他的3步骤你已经知道了，改变进食顺序，打断久坐，加饭后散步，修复睡眠。但实际执行起来还有很多他在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细节。关于吃，除了调整进食顺序之外，他还做了一件事，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绝对量。他没有完全戒掉碳水，那不现实也不健康。但他把每餐的白饭从1碗改成半碗，把面条从1份改成半份，然后用大量蔬菜和蛋白质填满剩下的空间。他说，刚开始2周确实会觉得不太饱，但3周之后身体就适应了，甚至开始觉得以前吃1碗饭其实吃太多了。另外，他开始特别注意一个东西，添加糖。他把自己每天喝的拿铁从全糖改成无糖，把原本习惯喝的瓶装果汁完全戒掉，改喝白开水和无糖茶。光是这一个改变，他估计每天就少摄取了大约200到300大卡的空热量。关于动，除了打断久坐和饭后散步之外，他每周还加入了2次简单的肌力训练，不是去健身房举大重量，而是在家里做自体重量训练，深蹲、伏地挺身、弓箭步、平板撑，每次20到30分钟。为什么要做肌力训练？因为前面说了，肌肉是你身体最大的葡萄糖仓库，肌肉量增加，胰岛素敏感度就提高，血糖就更容易被消耗掉。而且肌力训练有一个有氧运动比不上的优势，它的后燃效应更持久。做完重量训练之后，你的肌肉在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都会持续消耗更多葡萄糖来进行修复和生长。这就像你给仓库雇了一批加班工人，即使你下班了，他们还在帮你搬货。关于睡，他除了前面提到的3条规矩之外，还做了一件事，调整卧室环境。他把卧室的温度调到摄氏22到24度之间，换了遮光窗帘，并且买了一个白噪音机。这些听起来很琐碎，但他说效果非常明显，尤其是遮光窗帘，让他不再被清晨的光线提早唤醒。6个月后，他去做了全面的血液检查，结果令他自己都有点惊讶。糖化血色素从 6.4% 降到了 5.5%， 空腹血糖从112降到了89%，胰岛素阻抗指数回到正常范围，三酸甘油酯下降了 35%， 内脏脂肪面积从110平方公分降到了78平方公分，体重掉了 5.3 公斤，但腰围缩了7公分，这代表他减掉的主要是内脏脂肪而不是肌肉。他没有吃任何一颗药，没有注射任何一针胰岛素，就是改了3个习惯，坚持了6个月。他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，在医学社群里分享。他说了一段话，我觉得特别值得记住。他说，身为医师，我每天都在开药给病人，但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，药物能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。真正能逆转糖尿病前期的，不是任何一颗药丸，而是你每天重复的那些小决定。先吃什么，做多久，几点睡，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选择，累积起来就是你的命运。你现在可以做的5件事。好，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有点焦虑了。别急，糖尿病前期是可以逆转的，而且逆转的方法并不复杂。让我帮你整理一下，你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做的5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今天的晚餐开始，先吃菜，再吃肉，最后吃饭，就这么简单，不需要买任何特殊食材，不需要学任何复杂食谱，就是把你盘子里的东西重新排个队。第二件事，在手机上设一个30分钟的循环闹钟，响了就站起来活动5分钟，倒杯水，做几个深蹲，在走廊走2趟。不要小看这5分钟，累积起来一天就是好几十分钟的活动量，而且你的肌肉会因此保持对胰岛素的敏感度。第3件事，今晚开始试着在11点前上床，把手机放到卧室以外的地方，
如果你觉得不带手机睡觉很焦虑，买一个传统闹钟，你的焦虑感本身就说明你对手机的依赖已经在影响你的睡眠了。第4件事，下次去医院或健检的时候，请医师帮你测3个数字：空腹血糖、糖化血色素以及腰围。如果你想更进一步，可以要求测空腹胰岛素，然后计算胰岛素阻抗指数。这4个数字合在一起，就能告诉你离糖尿病到底有多远。第5件事，找一个人跟你一起做，可以是你的另一半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。研究反复证明，有同伴的行为改变成功率是独自进行的2到3倍。你们可以每天互相报告进食顺序，每周一起出门散步，互相监督睡眠时间。这不只是为了健康，也是一种感情的投资。